各位觀眾好，在中國現代革命敘事裡，有一個名字無人不知，這就是楊靖宇。為了紀念他，中共把滿洲吉林省勐江縣改名為靖宇縣。從1958年的楊靖宇烈士，到1994年的電影《步入輝煌》，再到2019年的電影《楊靖宇》，以及多部以東北抗聯為主題的電視劇，楊靖宇被反覆塑造成為一個標準化的英雄形象，堅定、純潔、無畏，孤身奮戰到最後一刻。在中共的官方敘事中，楊靖宇原名馬尚德，字繼生，號潤生，河南確山縣人。他是中共黨員，是抗日民族英雄，是東北抗日聯軍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他曾擔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委，也被列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從這個敘事上看，楊靖宇當然不是一個普通人物，他不僅是抗聯英雄，而且在中共早期政治譜系中也被放在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但是問題來了，一個被寫進教科書、電影和紀念館的人，是否真的經得起時間檔案的追問？長期以來，中共把自己的歷史寫成一條沒有裂縫的線，英雄從一開始就是英雄，革命者從一開始就是革命者，所有轉折都顯得理所當然。可是滿洲報告的研究人員在重新梳理楊靖宇早年經歷時，發現了一個細節，這個細節很小，卻像一根針，刺進了整套敘事最薄弱的地方。這個問題就是1926年10月，楊靖宇究竟是以什麼身份接受黨組織指示，返回確山縣組織農民運動的？按照黨史資料，1923年，楊靖宇考入河南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初級班，學習印染專業。1926年畢業後，他返回家鄉確山縣。許多黨史敘事稱，他是接受黨組織安排回到了確山縣發動農民運動。可是中共黨員網等公開資料又寫明，楊靖宇是在1927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也就是說1926年10月他還不是中共黨員。那麼一個尚未入黨的青年如何在1926年10月接受了黨組織安排？如果他已經受黨指派，那麼他的入黨時間是否被寫錯？如果他的入黨時間沒有寫錯，那麼黨組織安排又從何而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日期錯誤，而是一條敘事鏈條上的斷點。為了解開這個斷點，滿洲報告的研究人員繼續追查楊靖宇在1926年6月至10月之間的去向，因為這4個月非常關鍵。他從開封畢業，還沒有回到確山，他後來卻突然進入農民武裝和暴動現場，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一些地方黨史資料稱，楊靖宇在學校期間結識了楊清安、賀光武等進步教師，並由他們介紹走上了革命道路。也有說法稱，他們先加入共青團，後來轉為黨員。但問題在於，經過多方查證，這些說法並不穩固。相關早期黨史記錄中並未清晰顯示楊清安、賀光武為中共黨員或共青團成員的可靠身份鏈條。換句話說，
楊靖宇早期入黨敘事中最關鍵的介紹人和組織關係，並沒有形成可驗證的證據閉環。如果一個英雄的開端無法解釋，後面的光環就值得重新審視。繼續查下去，研究人員在開封中州實業印染廠相關檔案中發現了一個名字馬尚德。檔案顯示1926年6月至1926年10月，馬尚德曾在中州實業染織廠擔任初級實習技師，月薪22銀元。請注意这個數字，22銀元，在當時的河南，這不是一份普通工資。許多普通警察每月只有6塊至12塊銀元。一個剛畢業的青年能夠拿到22銀元月薪，說明這份工作並不低微，甚至可以說相當體面。但真正讓研究人員吃驚的不是工資，而是離職原因。相關材料中記載的離職原因包括偷盜、敲詐以及欺辱女工未遂，這當然是極其嚴重的記錄。但從證據學角度上講，我們必須謹慎。檔案中的馬尚德是否100%就是後來改名楊靖宇的馬尚德？這一點還需要更多原始材料相互印證。滿洲報告在這裡並不直接下結論，而是提出一個必須要認真對待的問題。更令人意外的是，研究人員在河南省會、公安局及警察分所相關記錄中，又發現了一個與馬尚德有關的案件線索。案件記錄大意是，一名男子夜間攔截民女欲行不軌，被巡警抓獲。被捕後，此人自稱周敏，說自己是新鄉學生來開封尋親，只是遭到誤會。由於案件未造成實際傷害，當場訓斥後釋放。後來又有中州染織廠女工報案，稱遭到欺辱，警方才將此人與此前自稱周敏的男子聯繫起來，並確認其為中州染織廠實習技師馬尚德。最終，因為案件未形成實際傷害，地方警察給予訓誡，並要求補償女工1塊銀元後釋放。這裡出現了第二個關鍵名字周敏。如果這份記錄屬實，那麼周敏就不是一個普通化名，而是一個曾經出現在警察檔案中的名字。後來的中共黨史材料中對周敏這個化名處理得非常曖昧。有些資料提到楊靖宇在1928年至1929年曾使用此名，但有些則避而不談。為什麼回避？是資料殘缺，是黨史寫作的選擇，還是因為這個名字牽連了不便公開的早年記錄？我們暫時不能替檔案下最後的判決，但這個疑問已經足夠尖銳。接下來，楊靖宇回到了確山縣。中共史料通常稱，楊靖宇出身貧苦農民，但從地方資料上看，他家擁有20多畝田，還租種其他農民10多畝田。按照20世紀20年代河南農村標準，這已經不是最底層貧農。即使是按照1949年以後土地改革的劃分邏輯，這樣的家庭成分至少需要重新討論。算不上地主，也是一個上中農。這又出現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家庭條件並不極端貧困，又曾有技術學校教育和高薪實習經歷的青年，會突然進入農民暴動的核心？1927年4月4日，楊靖宇與張家澤、張耀旭等人集合確山各地農協武裝2萬餘人，
在縣城東關亮牌。4月6日至8日，攻城行動持續3晝夜，最終攻入縣城。4月24日，確山縣臨時治安委員會成立，楊靖宇被選為常委，並一度代行縣長職權。這段歷史在中共黨史中被寫成了確山暴動，但這裡仍然有一個不合常理之處。張家澤、張耀旭確為中共黨員，那麼他們為什麼要服從一個當時尚未正式入黨的楊靖宇？研究人員繼續追查後發現，張家澤、張耀旭與楊靖宇不僅有政治聯繫，還有更早的地方關係。他們是小學同學或校友，彼此之間並非陌生的革命同志，而是有鄉土網絡、同學關係和地方勢力牽連的人。更重要的是，楊靖宇從開封返回確山縣後，並沒有長期居住家中，而是投靠了當地紅槍會，並住在紅槍會會館中，躲避當時地方政府的追捕。紅槍會是什麼？很多觀眾可能只聽過義和團，很少聽過紅槍會。簡單地說，紅槍會是華北、河南、山東一帶民間秘密武裝組織的一種延續形態。成員相信符咒、聖水和刀槍不入的法力，入會後要叩頭發誓聽從老師和大師兄指揮，接受排磚、排刀、排槍訓練，吃符念咒，進行向神附體式的儀式，並在入會期間戒色、吃素，以獲得所謂神力，刀槍不入。聽到這裡，大家應該會想到義和團。沒錯，紅槍會在精神氣質和組織方式上與義和團有明顯的相似之處。而根據確山縣縣志等地方資料，馬尚德的父親馬西齡早年就與紅槍會有關，甚至是地方紅槍會的小頭目。楊靖宇5歲時，馬西齡因參與集體竊鬥身亡。也就是說，楊靖宇與紅槍會並不是偶然接觸，而是有家庭背景和地方網絡的連接。如果把這一層放進去，所謂的農協武裝就出現了另一種解釋，它未必只是中共組織起來的現代革命武裝，裡面很可能包含大量紅槍會成員和地方秘密武裝力量。也就是說，確山暴動並不只是當时里那種簡單的農民革命，它更像是中共地下組織、地方同學網絡、紅槍會武裝、鄉村利益衝突共同交織出來的一場地方暴動。而這場暴動的政治背景也非常複雜。當時北伐軍已經打到河南，地方駐軍是馮玉祥第2集團軍南路軍張德書旅。確山暴動是在抵抗北伐軍進入河南。按照滿洲報告研究人員的判斷，楊靖宇組織的這場暴動並不是單純意義上的抗日，更不是後來的抗聯神話，而是在北伐戰爭、地方軍閥、鄉村武裝和財產清算的混亂中爆發出來的。確山暴動提出的目標也非常直接，要求確山縣4大富豪交出私人財產。這就不是單純的民族敘事，而是地方權力和財富再分配的問題。結果也很快到來，馮玉祥方面對這場暴動進行了鎮壓，並發布通緝。2萬紅槍會地方武裝在面對1000正規軍時，並沒有傳說的刀槍不入。確山暴動最終失敗了。而在國民革命軍馮玉祥方面發布的通緝布告中，出現了一個關鍵組合：通緝犯
馬尚德，化名周敏。到這裡，兩個名字終於連成一線，馬尚德就是周敏。馬尚德是楊靖宇的本名，張冠一是他後來在東北地下活動中廣為人知的化名，周敏則是中共黨史中若隱若現並未充分展開的另一個化名。三個名字，三段經歷，三種身份，一個河南學生，一個地方暴動者，一個後來進入滿洲的地下工作者，抗聯英雄。這正是楊靖宇早年經歷中最值得追問的地方。他究竟是從一開始就被黨史塑造成的純粹革命青年，還是在河南地方武裝紅槍會逃亡與地下組織之間完成了一次身份重塑？說到這裡，我們還必須把鏡頭從河南拉到更大的國際背景。中共建黨以來，與蘇聯共產國際關係極深，並長期接受共產國際經費。早期中共每月經費從1萬多美元到數萬美元不等，後期各種津貼、補助和經費合計常年高於100萬美元。100萬美元在當時是什麼概念？當年美國福特汽車的零售價大約只有400美元到450美元一輛，也就是說100萬美元不是一筆小錢，而是一筆足以支撐龐大地下組織運轉的巨額資金。但奇怪的是，當時中共轉撥給滿洲的經費，根據資料顯示，一年只有800美元。為什麼全國經費規模如此之大，而滿洲方向卻只有800美元？是滿洲組織尚未成熟，是經費被其他地區優先佔用，還是滿洲在中共戰略中的位置，直到918之後才被重新估價？1929年6月，劉少奇攜帶着800美元前往滿洲，擔任滿洲方面的領導職務。1929年7月，在河南一路逃亡、身份不斷變化的楊靖宇，受到劉少奇邀請，前往滿洲，擔任滿洲撫順特支書記。從這一刻開始，馬尚德的人生正式進入到了另一個舞台。他離開河南，進入滿洲，離開紅槍會式的地方暴動，進入蘇聯共產國際組織影響下的地下組織，離開那些模糊混亂、帶有污點和疑問的早年檔案，逐步走向後來被塑造成抗日英雄、抗聯英雄的歷史位置。可是，一個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如果楊靖宇的英雄生涯是在滿洲真正展開的，那麼後來出賣楊靖宇的中共叛徒，為什麼又會被平反？為什麼會被稱為早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為什麼會享受離休待遇？劉少奇在滿洲被捕，又與楊靖宇的命運有什麼隱秘聯繫？這些問題不在教科書裡，也很少出現在紀念館的展板上。但是歷史真正危險的地方，往往不在結論，而是在那些被剪掉的開頭。各位觀眾，今天的節目我們先講到這裡，下一期滿洲報告將繼續追查劉少奇滿洲被捕案，楊靖宇進入滿洲東北地下組織的真實背景，以及那個被平反的叛徒為什麼會成為撬開楊靖宇歷史敘事的關鍵人物。各位觀眾，請大家關注並轉發我們的節目，下期節目我們再見。